2026年4月11日，波斯灣的空氣如同被加熱的鉛水一般沉悶。隨着美伊高層談判的破裂，一道震驚全球航運界的海上封鎖令從白宮發出。然而，在鋪天蓋地的地緣政治博弈背後，這場危機真正的聚光燈打在了一艘劈開阿曼灣波濤、率先挺進霍爾木茲海峽最危險水域的鋼鐵巨獸身上——美國海軍邁克爾·墨菲號導彈驅逐艦。這不僅僅是一艘造價高昂的戰爭機器，它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段血染的傳奇。緊接着，伊朗官方發出視頻，號稱逼退美軍英雄艦隊，成為反美聯盟的一次狂歡。為什麼美軍最先進的阿利伯克級驅逐艦沒有直接開火？為什麼以英雄為名的墨菲號居然在伊朗喊話後原地掉頭？究竟是美軍怕了，還是這艘驅逐艦進行了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行動？墨菲號這不僅是一艘裝備精良的阿利伯克级導彈驅逐艦，更是一艘承載着美軍最高榮譽與不屈意志的鋼鐵堡壘。這艘戰艦的命名源自一位真正的美國英雄——海軍海豹突擊隊上尉邁克爾 ·P. 墨菲。2005年6月28日，墨菲上尉帶着一支4人海豹侦察小隊，深入阿富汗海拔1萬英尺的兴都庫什山脈地後，侦察塔利班头目。不幸的是，他們被当地牧羊人發現了。出于美軍的交戰規則和人道主義底線，墨菲選擇釋放了平民，但這也導致他們的行蹤瞬間暴露。不到1小時，超過50名全副武裝的塔利班武裝分子將這4個美國軍人死死包圍。在悬殊的兵力下，小隊被打得節節敗退，被逼入了一條陡峭的深谷。4名隊員全身上下多處中彈，鮮血染紅了山岩。更致命的是，負責通訊的隊員拇指被子彈打斷，而且深谷裡根本沒有衛星信號，他們無法呼叫救援。在全軍覆沒的生死關頭，身為隊長的墨菲毅然離開掩體，將自己完全暴露在敵軍密集的交叉火力網中，只為獲取衛星信號，呼叫空中支援。在此過程中，他的背部不幸中彈，導致通訊器掉落，但他強忍劇痛，重新撿起設備，冷靜地完成了坐標匯報，並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繼續向逼近的敵人開火，直至壯烈犧牲。正是為了紀念這種直面絕境、向死而生的悍勇，美國海軍將這艘編號為 DDG-112 的驅逐艦冠以墨菲之名，賦予了他引領戰鬥的宿命。這艘以英雄命名的戰艦到底有沒有辱沒這個名號？它是一隻只會在港口裡作秀的紙老虎，還是真正能在風浪中嗜血的大白鯊？事實證明，墨菲號不僅完美繼承了英雄的基因，甚至把引領戰鬥這句座右銘變成全世界所有海上麻煩制造者的噩夢。自2012年10月6日在紐約正式服役以來，這頭9200噸的鋼鐵巨獸就開啟了它開掛般的全球巡演。美國海軍不是整天只知道打打殺殺，作為大洋上的絕對霸主，美國海軍同樣是全球公海秩序的最強維護者，而墨菲號就是那個最靠譜的海上守護神。時間回到2014年，加拿大海軍的保護者號補給艦在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上突發嚴重火災，整艘船失去動力，在風浪中搖搖欲墜，幾十名加拿大水兵命懸一線。就在這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望時刻，雷達屏幕上出現了一個高速狂飆的亮點，正是接到求救信號全速馳援的墨菲號。船員們二話不說，頂着惡劣海況，為加拿大盟友提供了最關鍵的損管設備和物資支援，硬生生把這艘友軍戰艦從鬼門關裡拉了回來。因為這次極限救援，墨菲號甚至破天荒地獲得了加拿大武裝部隊的单位表彰。2019年7月24日，太平洋一艘失去動力的漁船在海上絕望漂流，又是墨菲號神兵天降，不僅把遇險船員安全救下，還硬生生把漁船拖到了安全地帶。在墨菲號的字典裡，只要是在這片藍色的海洋上，強者就該保護弱者，惡霸就該挨揍，這就是刻在骨子裡的 DNA。 當然，作為美国海軍的絕對主力，墨菲号的主業依然是武力威慑，他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全世界最危險、最混亂的火藥桶。2021年到2022年，中東局勢暗流湧动，各類武裝分子和某地区大國頻頻在海上搞小動作，試圖威脅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美國海軍大手一揮，是時候讓這幫家伙見識一下什麼叫航行自由了。於是，墨菲號作為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的头號带刀侍衛，強勢挺進中東，執行著名的哨兵行動。在這長達8個月的極限高壓部署中，墨菲號簡直把中東海域當成了自己的後花園。他不僅在危機四伏的阿拉伯海和紅海南部巡弋，更是極其囂張地完成了10次曼德海峽穿行和8次霍爾木茲海峽的武裝護航。那些躲在暗處的敌对勢力看着墨菲號上那門高昂的5英寸主炮和隨時準備噴射火舌的垂直發射系統，愣是不敢吱聲，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美國戰艦揚長而去。2025年7月2日，在夏威夷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斯蒂芬·科勒上将親自登艦，将代表着美国水面舰队最高榮譽的阿利伯克舰队獎杯郑重地交到了墨菲号舰長的手中。
在整整1年的時間裡，這艘船累計出海執行任務的時間高達驚人的248天，也就是說，1年有2/3的時間，他們都在海上整個待旦。他們跟隨亞伯拉罕·林肯號航母打擊群航行了足足44689海里，橫跨了美國第3、第7、第5和第6艦隊4大防區，幾乎把半個地球的高危海域趟了個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完成了21次高難度的海上航行補給，完成了11次高度敏感的狹窄海域強行穿插。更離譜的是，在如此变態的高壓连轴轉之下，墨菲號的艦員留任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從1年前的77%逆勢飆升到了84.5%。太平洋艦隊司令在頒獎時直言不諱，把這個最高榮譽給墨菲號是一個無需任何猶豫的簡單決定。帶着這份登頂太平洋艦隊的無上榮耀，時間終於來到了2026年的春天。當中東的戰火徹底點燃，當伊朗試圖用極其陰險的水雷封鎖全球經濟命脈時，美國高層環顧整個艦隊，目光最終鎖定在了這艘以英雄命名的傳奇戰艦上。但伊朗真的是砧板上的肉嗎？面對美軍絕对的制空權和常規武力碾壓，伊朗非常聰明地避開了硬碰硬，轉而打出了一張極具戰略眼光的王牌，徹底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我們要承認，伊朗這次的戰術布置堪稱完美。他們沒有用那些容易被美軍雷達鎖定的龐大軍艦，而是利用無數的快艇，趁着夜色在狹窄的海峽水道裡布下了天羅地網般的水雷。而且這可不是二戰電影裡那種飄在水面上長滿尖刺的鐵疙瘩，而是伊朗自主研發、技術含量極高的馬哈姆7隱身沉底水雷。它潛伏在海底的岩石和垃圾中，外殼經過了特殊幾何設計，能夠完美散射声呐的探測波，幾乎實現了声學隱身。更致命的是，它根本不需要物理接觸，只要感知到大型船只經過時的磁场和水流噪音，就會在海底瞬間引爆。伊朗的殺招確實奏效了，短短幾天內，霍爾木茲海峽這條承載了全球20%原油運輸的大動脈直接驟停，全球95%的非伊朗相關商業航運被切斷，2000多艘巨輪被困在海灣裡瑟瑟發抖。歐洲的天然氣儲備眼看就要見底，面對這樣一張完美、致命且固若金湯的防禦網，2026年4月11日，美軍的破局者，我們的主角墨菲號和另一艘驅逐艦彼得3號，在警報聲中駛入了這片死亡海域。當2艘龐大的美國驅逐艦切開波斯灣的波濤時，伊朗革命衛隊的海岸雷達瞬間鎖定了美軍，隱蔽在海岸線上的反艦巡航導彈立刻進入發射倒計時，成群的攻擊型無人機像馬蜂一樣升空，盤旋在墨菲號的頭頂。緊接着，公共無線電頻道裡傳來了伊朗軍方冰冷且強硬的最後通牒 ：This is Sepah Navy Station. You must alter course and go back to the Indian Ocean immediately. If you don't obey my order, you will be targeted. Out. 气氛緊張到了極點，導彈已經鎖定，無人機就在頭頂，水下是密密麻麻的隱形水雷。墨菲號似乎一頭撞進了一個精心設計的死亡陷阱。那麼，面對這種死局，接下來的劇情讓全世界都大跌眼鏡。據伊朗國家電視台隨後向全球播報的新聞畫面顯示，在倒計時即將結束前，面對雷達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導彈鎖定警告，這2艘不可一世的美國驅逐艦竟然認慫了。他們關閉了應答信號，在伊朗快艇的監視下撤出了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媒體瞬間沸騰了，他們向全世界高調宣布，美國海軍在極度恐慌中恥辱撤退。伊朗的導彈逼退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戰艦。很多反美陣營的吃瓜群眾也跟着狂歡，認為美國的海上霸權在伊朗的硬核反擊下徹底顏面掃地。但事實真的如此嗎？美國海軍真的被幾句無線電警告嚇跑了嗎？如果墨菲號真的要硬闖，它垂發系統裡的巡航導彈足以把伊朗沿岸的雷達炸回17時代。但美軍高層很清楚，炸掉雷達沒用，水底的馬哈姆7隱身水雷才是真正的威脅。所以外界的普遍猜測，當墨菲號高調駛入海峽時，它就是故意去當誘餌的。他刻意開啟了強大的電子戰設備，甚至偽裝了雷達信號，目的只有一個，把伊朗革命衛隊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雷達、所有的導彈鎖定，全部吸引到自己這艘9000噸的水面巨獸身上。在伊朗人死死盯着水面上的墨菲號，並因為美國軍艦在最後通牒下緩緩掉頭逃跑而沾沾自喜的時間裡，他們犯下了一個致命的戰略盲區錯誤。他們完全忽略了水面之下的暗流，無數個被美軍的無人潛航器和掃雷設備已經像幽靈一樣無聲無息地滑入了深海。當伊朗的新聞主播還在電視上慷慨激昂地嘲笑美國的懦弱撤退時，遠在佛羅里達的美軍中央司令部大屏幕上已經開始逐一接收並繪製出整個霍爾木茲海峽海底的高精度水雷分布圖了。伊朗人自以為用強硬的底線逼退了敵人，卻不知道自己最核心的底牌早已在那個看似偉大勝利被這艘帶着特種部隊智慧的驅逐艦用近乎嘲弄的方式看穿拆解。墨菲號這次掃雷行動為後續美軍實際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進行了無可替代的鋪設。
有人說火力軍在吹美軍，墨菲號被嚇退，這個是事實。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該如何解釋4月14日，在美軍墨菲號和掃雷部隊精準標記出的絕对安全通道內，超過20艘滿載貨物的國際商船，在美軍的護航下大搖大擺地穿過了霍爾木茲海峽呢？伊朗也後知後覺發現了美軍這次硬闖霍爾木茲海峽的真實意圖，雖然為時已晚，但是也做出反擊。只是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伊朗的反擊不是什麼火箭大炮，甚至都不是譴責聲明，居然是發了幾張表貼圖。2026年4月13日，就在美軍鐵篩行動正式生效後的幾個小時，一場堪稱鬧劇的表演在各種社交平台上演了。由於在海面上根本無法阻止美軍驅逐艦的突進，伊朗的一些驻外機構和半官方媒體開始在網絡上瘋狂發力。要知道，这可是牽動全球能源命脈的國家級博弈，用這種滑稽戲來應對墨菲號上宙斯盾系統和航母編隊，非但沒有展現出所謂的抵抗意志，反而通過這種刻意的黑色幽默，向全世界暴露了其在戰場上毫無還手之力的真實窘境。這就好比一個職業拳擊手已經把重拳架在了你的下巴上，你卻在拳台上試圖講一個笑話來逗樂觀眾，有誰會覺得這是一種幽默呢？說實話，看到這裡，火力軍都要笑出聲了，但好戲還在後面。如果說電影台詞是為了安撫國內民眾，那麼伊朗議長加利巴夫在網上拋出的那長串關於油價的數學公式，則是試圖對西方金融市場進行最後的恐嚇。加利巴夫公開發布了一組複雜的推算模型，聲稱美軍的封鎖將導致全球油價不再是簡單的線性上漲，而是會經歷一個所謂的二階爆炸式增長。他試圖通過這種邏輯，把全人類的加油站作為人質，要挾美聯儲和白宮撤軍。這種做法雖然在一些金融博弈者中引起了波動，但其本質上是一種示弱的恐嚇，威力和小奶貓哈气差不多。當一個國家的安全策略需要依靠算命師來尋求生機時，說明其手中的導彈和軍艦已經無法提供對等的威懾力了。這種妄圖綁架全球通脹來逼迫美國放行了伎倆，在已經鐵了心要重塑中東秩序的特朗普政府面前，蒼白的就像一張廢紙。然而，無論網絡上的水軍如何狂歡，無論那些寶萊塢片段獲得了多少次點讚，波斯灣的海水依舊是冰冷而殘酷的。在美軍嚴密的雷達網和全天候預警機的監控下，那些往日裡在海峽內囂張跋扈，甚至敢公開扣押油輪的走私船，現在是什麼狀態？根據傳回的紅外監控畫面，這些原本屬於德黑蘭影子供應鏈的走私巨輪，此刻正像一只在深夜裡受驚的老鼠，死死地關掉引擎，停在伊朗領海的邊緣瑟瑟發抖。他們很清楚，社交媒體上那些搞笑動圖救不了他們的命，只要墨菲號的雷達鎖定了他們的信號，任何試圖跨過那道紅線的動作，都會在顷刻間化為海面上一團焦黑的殘骸。這種實打實的武力毀滅，才是這場封鎖戰中唯一通用的語言。事實再次證明，網絡上的口嗨不會讓別人覺得幽默。在美軍護航下通過的那20多艘非伊朗船只，不需要用任何手段和言語，就狠狠地打了伊朗的臉面。讓我們把時鐘撥回21年前的2005年，在阿富汗那座冰冷的兴都庫什山上，29歲的海豹突擊队上尉邁克爾·墨菲，為了拯救被圍困的兄弟，毅然決然地走出掩體。他主動把自己暴露在敵人的密集火力之下，用自己的生命充當了吸引火力的誘餌，只為換取那至關重要的救援信號。21年後的2006年，在波詭雲譎的波斯灣，一艘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艦做出了和他当年如出一轍的壮舉。面对漫天的導彈鎖定和無人機威脅，墨菲號沒有退縮，他挺起胸膛，主動把自己變成了敵方雷達屏幕上最耀眼的靶子，用自己龐大的身軀吸引了所有的仇恨與殺機，只為了掩護水下的無人潛航器順利出擊，為全球經濟掃清死亡雷區。保護者這個墨菲上尉得來的綽號，如今已經化作了美國太平洋艦隊中最堅不可摧的鋼鐵防線。當護航任務圓滿完成，這艘戰艦劈波斬浪，在海風的呼嘯聲中，主桅杆上那面巨大的星條旗迎風狂舞。他在向全世界所有的麻煩製造者宣告一個殘酷的真理：無論你們布下多麼陰險的陷阱，無論你們藏在多深的黑暗裡，這艘戰艦都會毫不猶豫地衝進風暴中心，因為它叫墨菲號，它生來就是為了引領戰鬥。好了，關於墨菲號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各位觀眾覺得墨菲號在後續的封鎖中還會有哪些精彩的表現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聚透氣，就像会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
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